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主題會來關心的是日本一次惹怒了中國大陸跟南韓哦，尤其呢是他們的防相呢，他帶頭參與了這個靖國神社的參拜。那高市早苗則是遙遠的這邊繼續的踩紅線。李在明在南韓的部分是重啟了清算親日派的行動，解放軍則是有軍事上面的動作，在渤海、黃海這邊同步亮劍，到底怎麼一回事？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陳立委、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成功級艦長黃征輝艦長，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有觀眾朋友特別問到說，這個環球大戰線的會員頻道要怎麼加入？我再次的提醒觀眾朋友，我們不是在這個寰宇新聞頻道，我們是在寰宇新聞頻道下面的環球大戰線節目，所以我們的主頻就叫做環球大戰線。那你點開這個主頻之後，就會看到一個加入鍵。按下加入，你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戰友了。那今天一樣的，希望跟我互動的可以写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那謝謝最近跟我們頻繁互動的好朋友們，包括了有曾偉哲 Martin、The ACME Portable、林雨欣、李瑞雪、Cohin 6497，還有 Anthony 等人，謝謝大家的支持。希望今天周一繼續的跟大家來互動。好，今天的火線話題有關於中日韓的這個恩怨呢。我們先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讓我們做解析。首先第一個，日本這一次都惹怒了大陸跟南韓，為什麼偏偏要選在8月15號去踩靖國紅線呢？高市早苗難道是故意向北京還有首爾來示威？甚至準備是連戰敗國的包袱，他都打算要把它甩掉嗎？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個，靖國神社的戰火一旦點燃之後，南韓立刻翻出了一個親日派的舊賬。李在明更說了，接下來要重啟財產的追繳哦，針對這一些親日的人。而日本參拜為何瞬間引爆南韓的100年殖民傷口呢？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件事情，不管是這個韓國、中國大陸也同步做了反制。習近平選在同一天，現在拉近了南韓總統李在明。解放軍另外一方面在軍事上，在黃海跟渤海這邊亮劍，正式的要把南韓一步步的拉近推向中國，而日本則是把南韓推向中國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次來做解讀。日本這一次真的是踩在了中國大陸跟南韓最敏感的歷史紅線，一次可以說是踩到底。就在8月15號這一天，日本戰敗81週年，日本防長帶着他的3位閣員走進了靖國神社來做參拜。而雖然說我們看到高市早苗沒有親自現身，但是被發現仍然在遠處進行遙拜，並且透過自民黨的幹事長來繼續的奉納他的這個祭祀費用等等哦。那針對此，我們看到南韓方面、中國大陸方面先是立刻提出了嚴正的交涉，南韓則是批評日本領導人的行動非常的不符合時宜。但為什麼中國大陸跟南韓這一次的這個反應會如此的大呢？我們來稍微回顧一下歷史。當時在這個靖國神社裡面，我們都知道裡面是供奉了250萬名的日本戰爭死者，象徵的更是日本國內政治的旗幟。而對於中國大陸來說，代表的是當年日本侵華戰爭的一個源頭啊。而南韓則是會想到在1910年代到1945年的殖民統治時代。其實呢，在過去2013年的時候，時任首相安倍晉三也曾經過去這個靖國神社參拜，當時美國對日本表達了非常的失望等等的事件哦。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防衛大臣親自去了靖國神社，高市早苗也在遠遠的地方遙拜，甚至再送祭祀的貢品。大家也知道說，他一定會惹怒了中國大陸跟南韓，但是為什麼還是要繼續踩紅線呢？他是不是另外一方面也要準備甩開戰敗國的歷史包袱，來做全面的日本大擴軍？委員怎麼解讀？如果我們當時看到日本天皇在日本戰敗之後所公開發布的這個所謂的終戰詔書大家看一下這個內容，你就知道日本從那個時間開始，他就不承認有戰敗這件事情了，這叫做終戰而已啊，這不是戰敗那麼接下來你會發現，日本的這個極右翼的這些軍國主義的政治人物那麼在過去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頭，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參拜靖國神社，但是事實上他們做了更嚴重的事情，他們試圖在日本的歷史上去把過去日本的這個侵略跟屠殺
這個東南亞人民的這個亞洲的人民哦，包含東南亞的國家的人民的這個歷史哦，他希望一筆抹掉。就前幾天我們看到的中國大陸的一個這個博主哦，他跑到了靖國神社去，他看完了之後，他不是憤怒而已啊，他是震驚跟詫異。就整個靖國神社裡頭的相關的內容，幾乎把日本當時一個侵略者的角色做了一個完整的美化的動作。那麼接下來日本的下一代，日本的孩子去受這個特殊的教育，去做跟歷史完全背離的這個內容哦。然後你到了靖國神社去學習的時候，你看到的也是經過美化的整個的這個過程。所以基本上日本現在就試圖要把過去那個噁心丟臉的侵略歷史哦，希望徹底的把它抹掉。那麼這是日本現在這個讓大家覺得最憤怒而且不能夠接受的事情哦。那你更不用提到說，現在日本的這個極右翼的這個軍國主義的這些政治人物紛紛上台了。我們不是要反日，我們也不是反所有日本的政治人物。我說過，日本的人民並不見得都支持高市早苗，或者是這個日本右翼的這些政客軍國主義抬頭的做法，他們並不見得支持。大家看一下，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日本的年輕人開始來抗議了，日本的地方的議會開始表達了他們的這個憂慮，跟表達了他們的反彈。所以高市早苗所代表的這個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的勢力，並不見得可以代表全日本哦。那麼包含在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日本仍然有很多的這個前首相哦，是針對當年日本這個侵略的歷史表達過反省跟道歉的。譬如說最有名的就是村山富市了，當時他的村山談話哦，然後包含了像菅直人，包含了像石破茂，包含了像細川護熙，這些日本的前首相都表達過反省，也表達過道歉哦。同時，日本的很多政治人物也不見得接受了高市早苗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說法。當高市早苗說完了這個話，有好幾個前首相也出來表達了反對啊。除了石破茂，這個野田佳彥、鳩山由紀夫，他們都表達了他們對於高市早苗的這個言論不認同的這個態度哦。但是我要強調的問題是，今天日本人當時在侵華，包含侵略亞洲，甚至荼毒整個東南亞，是造成了大量的民眾的傷亡啊。光是講中國就好了，中國人民怎麼能不恨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呢？在那一場侵華8年的戰爭裡頭，我們傷亡了3500萬人。各位，日本當時有沒有3500萬人，我都懷疑了。我們中國傷亡了3500萬人，光是死亡的就超過2000萬人。我們中國的國軍在那8年的戰爭裡頭，我們陣亡掉超過330萬的我們的将士。大家去看看這個南京當時反映南京大屠殺的那部電影《南京照相館》，再看看還原當年731部隊的那部電影《731》，再看看前2年的800的這部電影，甚至如果大家有機會到上海去看看800壯士當年的4行倉庫的那個紀念館吧，就是中國大陸的政府保留了當年的原貌。當你站在那裡看的那個牆上的彈孔，那個炮彈所造成的這個痕跡的時候，其實你看眼淚都会流下來的。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頭，你日本不感恩戴德，然後不深刻反省，你現在還要反過來跟着美國當美國的小弟來對付我們中國，我覺得這才是一件最妙的事情。中國大陸當年不管是國民黨或者是共產黨，我們是高抬貴手的放過你們日本了，所以你們日本才有今天。如果當年我們不要放過你們，你們今天沒有這樣的日子可以過。所以日本的這些右翼的政治人物現在還可以恬不知恥去做出這樣的動作，那麼你最後所招致的怒火不只是來自於中國，包含了東南亞，包含了亞洲的國家，哪一個國家沒有被日本屠殺過啊？哪一個國家沒有被日本侵略過？日本如果真的要踩這個紅線繼續玩下去，那麼最終所有的後果，日本人民就要來承擔了。好，所以我們看到日本這一次再次的踩紅線，尤其是這個高市早苗跟可以說是個防相一起帶頭參拜靖國神社。當然了，除了東南亞國家之外，現在包括反應最大的2個亞洲國家，日本跟韓國都表示非常的憤怒。首先，我們先看韓國，等一下再來看一下中國大陸的部分。韓國最新的消息是，不只是外交部最新發的聲明，也直接召見了日本的驻南韓武官，表達強烈的抗議。整個南韓社會現在籠罩在反殖民歷史記憶的這個怒火當中。那最新的一起事件就是最新呢，南韓的女星這位叫做賀瑩，因為她的曾祖父這位是安尚浩，
它涉及到親日的歷史，所以遭遇了巨大爭議。那專家痛批說，賀瑩他不斷的去美化有關於並且消費他的家族史，對南韓民眾造成傷痛。另一方面，現在李在明有了一個最新的手段，他針對這一些過去只要是親日反民族的行為，都會來追繳相關他們的財產。那12月3號開始就會生效了。再加上我們剛剛說嘛，這樣子的一個氣氛在南韓內部蔓延，所以還包括了這個獨島啊，還有這個慰安婦、強徵勞工等等的議題，讓南韓100年的殖民傷口再次的被掀開。現在的問題是說，那接下來南韓跟日本之間的安全合作會不會因此被拖垮呢？那楊老師又怎麼看？6月1號的時候，小泉金次郎和韓國的國防部長見面，在談日韓之間的安全防衛合作。到了6月15號，他們還有更進一步的溝通。現在開始看起來小泉純一郎到了靖國神社的參拜，以防衛大臣的身份，雖然是個人前往，但是沒有什麼差別。所以韓國當天就召集了在韓國的日本的武官，表達強烈的抗議。韓國的外交部怎麼說呢？韓國外交部的聲明說，很遺憾的是，高市早苗內閣跟自民黨的幾位高層對於過度美化戰爭的罪行，還有呢核是戰犯的靖國神社提供這個祭品以及前往參拜，那造成呢就遺忘歷史，違背時代潮流，展現出對於過去歷史的反省的這種錯誤。其實這都是韓國的，就是整個外交部聲明當中所提到的啊。因此這裡面幾個重點，第一個，靖國神社代表的是什麼？它不是單純的只是像一般的就是所謂英烈祠或者是軍人公墓，因為它在1978年10月之後，有大概1000多個，裡面有14位甲級戰犯，中間東條英機是在1948年10月經過東京法庭審判之後呢，當在10月份的時候判以絞刑處死，所以他是因為戰爭罪發動戰爭罪處死。剛才委員講到，這個戰爭是很長一段期間，不只是2次大戰那個8年，事實上整個從對就是甲午戰爭到整個佔領朝鮮半島，到偽滿洲國的成立，以及對整個中國東南亞太平洋發動的戰爭，今天連川普都講了3次的珍珠港偷襲，而高市還不滿意，跟川普吵架。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的這種要去採取對歷史的修正主義到了怎麼的地步？24年前，高市早苗那個時候眾議員的身份上了一個朝日電視台的一個節目，面對主持人的詢問，你對於2次大戰時期亞洲戰爭，你覺得是一個什麼樣的戰爭？他說那是一個自衛的戰爭，那是為了維護日本安全的戰爭，當場遭受到主持人的駁斥。也就是偽滿洲國，他從最早的偽滿洲國成立就是一個侵略戰爭。當時的以及到現在為止，你去問日本的 AI， 他會告訴你怎麼樣的內容，也很清楚。可是呢，現在你看到的是，他面對這一次的這整個靖國神社的這個參拜，我個人認為，這已經開啟了一個轉捩點，一個什麼轉捩點？東亞對抗，東亞動盪的開始。各位你看看，8月13號的時候，普丁到了南千島群島，對，高市發表言論說，絕對不可以接受。你戰爭之後的土地，你還要回來。然後呢，你跟北韓也在對高市的軍事化強加批判。現在日韓之間，我看大概也走不下去。中日之間更嚴重，而中俄跟整個日本之間的對立也很嚴重。然後呢，領土的問題，從釣魚台不只是北方四島釣魚台到台灣有事，然後呢，他還介入到南海。日本現在整個的改變，是代表這是一個戰略而言，對他們而言哦，只是這個靖國神社作為他一個整體的意識形態的整個表達。那尤其是因為他最近的民調不好，因為經濟不好，因為賑災形象變差，因為治理能力不行，
所以他要靠這個世界再去鞏固他的支持者。接下來會不會再推非核三原則，甚至修憲？所以我覺得你現在造成的就是整個亞洲國家被迫的被你喚醒了。我們的上一代、上上代集體的悲哀跟就是痛苦。那這是一個民族的傳承，集體尊嚴的意識的延續。那這個時候，當然有人還去標榜在那個時段，受益受惠於日本的殖民，那當然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了。當然，現在你說台日韓甚至中日之間，民間也好，各方面的交流，甚至經貿都是非常密切的。對，現在政治上並沒有影響到這個層面，可是接下來會不會有衝擊到這個相關的這些互動？我覺得其實都會畫一個問號。因為最後簡單一句話，整個東亞的安全斷層，我剛剛談到的，從領土到日俄，到中日，到北韓跟日本，到台灣海峽，到南韓，都因為這個事件，然後呢，整個開始交疊在一起。不過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在暗助明助，而日本作為副警長代理人，開始在攪動東亞的秩序。好，所以我們看到整體的東亞現在看起來更動盪了，尤其是這個第一島鏈的這個地方哦。剛剛也在看說，日韓的安全未來會不會因此這樣子的一個合作會不會被拖垮？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確定的事情是，日本是不是已經把南韓給推向中國大陸這一邊了呢？因為我們也要來看到一個最新很有趣的一個現象。8月15號這一天，不是剛剛說了嘛？日本高層去參拜靖國神社，結果呢，在同一天，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李在明發出了賀電，表示好。對他示好，他說呢，中韓是重要的鄰國跟合作夥伴，等於現在是不是告訴南韓說，確實我們在歷史的問題上面，中國大陸跟南韓的態度是一致的。軍事上面也對日本發出了警告。最新消息是8月16號的下午4點開始，接下來大陸呢會在渤海跟黃海這邊執行軍事任務，整整2個星期的時間都不會讓任何的水域可以任何的這些水域可以讓這些船舶在這邊做進入啊。那另外一方面，這個水域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往東邊跟南邊就是日本和東海了。這一波是不是北京對東京做的一個最新的警告呢？那另外就是有關於這個南韓的態度了，是不是日本等於把南韓直接給推向了中國？縣長怎麼看？日本無需把南韓推向中國。如果你們了解南韓到底是多麼的叫做仇日的話，因為我以前讀山西大學，我們同學有一個是韓國人，那他在這裡，我們一起打網球，我就跟他常聊，我才發覺韓國人恨日本人恨到我完全無法想象的地步，他們仇日的態度遠超過中國。為什麼呢？他被殖民35年，他在這35年的殖民期間有700-800萬的韓國人被日本人做這種免費的奴工，這中間有67萬到80萬的人抓到日本去做奴工啊，然後慰安婦有8萬到20萬人，這是日本在殖民時代的。那這個也就算了，你知道日本人在韓國有多麼的壞？第一個，他一直想破壞日本人的風水。第一個，他拿了一把武士刀龍剪，然後打了13根的龍釘，就是釘子，但是它叫龍釘，還13根，釘到哪裡去？釘到韓國的皇宮，我就是破壞你韓國。然後還有一個，他做了365根，你看365年啊，365根叫做血針，打在哪裡呢？他們的整個朝鮮有一個叫做白頭山，這是韓國人所說的，這是我們的龍脈。他就在這整個山裡面找風水師去看，這裡我給你釘幾根，那裡我給你釘幾根，釘下去你根本就找不到它，然後就打斷你韓國的整個的龍脈。然後1985年的時候，首爾那裡有個叫北漢山，有一個人登山一不小心貼個東西，摸用，就是龍釘，有22根，叫做血針。所有韓國一直到今天，他不管在這個叫做白頭山在哪裡發現了，全國實況轉播，把那個釘拔起來，你就知道他們有多麼的恨他。那至於你說這個演習黃海渤海其實是窩在這個韓國跟中國這裡面，我想它就是一個演習。
不還是軍事行動，他不是說演習。那我覺得對日本的還是次要的。但是我實在要講一個東西啊，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仔細想過，日本到底是什麼樣的民族？它是一個島國，他打了中國，他打了俄羅斯，他打了美國，哎，都是他先打。哎，我有時候覺得好奇怪，你島國你怎麼敢盡挑這種世界大國去打？你說打中國算了，因為中國那時候滿清末年很弱。他打俄羅斯跟打美國都是两個國家很強大的時候，而且他還有一個很奇怪的邏輯，他為什麼打你知道？他認為哦，你將來有一天一定會打我，所以我趁你還沒有準備好，我先打你，日俄戰爭就是這樣，因為他想搶朝鮮嘛，對，結果這個俄羅斯他就認為俄羅斯一定會跟他搶，他就先打了俄羅斯。那美國也是一樣，他認為美國一定會制裁在南太平洋這裡，所以他就偷襲了珍珠港。我現在發覺日本人的問題哦，他不是不知道別人有多大，而是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小。我實在搞不懂日本人，你們去打這個全世界這種大陸國做什麼？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來關心第一島鏈的狀況。菲律賓這時候遞下了投名狀，不准美軍拿他的基地來打中國大陸，還求北京呢要重設關係。雙方說，我們中國大陸跟菲律賓之間是可以一起來採油氣的，這是來自於菲律賓的最新說法。突然間轉向中國大陸示好了。再來呢，南韓的部分則是拒當台海的第一線。我們今天要看到第一島鏈，美軍在這邊的布局出現了大漏洞，怎麼回事？今天做深度的剖析。好，先來關心到的是，我們都知道美軍長期的在第一島鏈這邊呢都布局好了，可以說經營了幾十年的時間，現在出現了漏洞。最先出現的軍事變化的就是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最後一艘航母。我們知道這個華盛頓號它即將呢要取代林肯號，要去到中東去做布局了。因為林肯號可以說是疲憊不堪所以接下來華盛頓就會去到中東地區。如果華盛頓一旦離開了他現在在日本附近的這個位置的話，等於是說第一島鏈接下來會出現至少長達1個月以上的一個兵力空窗。這時候美聯社就這樣講了，現在呀，美國的盟友們就會重新思考說，這邊第一島鏈這邊都沒有美國的航母了，美國在印太地區還能夠保護我們的安全嗎？他們真的會把我們印太地區放在第一順位嗎？智庫是這樣說的，他說美國的航母一旦缺席了，就會給中國大陸北京來展示實力的一個好機會。是不是真的對美國表達了不信任呢？我們要來看到，首先第一個國家就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菲律賓，現在突然間急踩剎車，對美國轉向了。小馬可是最新的發言是說，他沒有興趣成為區域戰爭的交戰國。他說，如果台海真的爆發戰爭的話，絕對不會允許自己的領土被美國拿去做對任何國家來發動下一場攻擊。這讓美國可是傷腦筋了。我們要知道，這幾年我們的節目也報道了非常多，美國長期在菲律賓這邊經營在軍事上面的動作，包括這幾年積極的經營在菲律賓北部的基地，還有從這個呂宋島的北端一直到巴丹島都有層層的做武裝，當中還包括在這邊放了這些反艦飛彈啊、機動飛彈，還有灘岸的防衛跟第一島鏈的封鎖，全部美軍都在這邊做好了這個作戰的想定。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等於是小馬可是除了打臉美國之外，還突然間跟中國大陸示好了，說我們中菲之間其實可以有更多經濟上面的合作。他說呢，我們來看到，他說菲律賓跟中國在南海雖然有爭議，但是經濟合作我們沒有停止過，菲律賓沒有要跟中國疏遠啊。菲中正在重新談有關於南海油氣的共同探勘的問題。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了。華盛頓號接下來會被抽到中東地區，小馬可是又在這邊喊話說，這個菲律賓不會當被攻擊的一個跳板還轉身跟北京談起了油氣，到底怎麼回事？他是不再相信美國可以保護菲律賓國家的安全了嗎？委員怎麼解讀？
小馬可是究竟是真心誠意的做出立場上的調整哦，還是虛晃一招，說一套做一套哦，玩兩手策略哦？我覺得要做後續的觀察哦。那麼特別是小馬可仕他的身家財產都在美國，這也是美國長期以來能夠掐住他脖子最主要的原因。那麼一旦面臨到自己身家財產的威脅，他是不是真的能夠如同他所宣示的哦，他不介入接下來這個台海之間任何的衝突？而且第二點就是說，美國都已經在那裡部署了，美國就算要使用你的基地，你能怎麼辦？你把它打下來嗎？你不讓你把他人全部趕走嗎？小馬可仕做得到嗎？所以美國如果真的要硬幹，我就用你在菲律賓的那4個基地作為跳板。坦白講，小馬可仕除了表達抗議跟遺憾之外，他還能做什麼？那第三，如果小馬可仕真的有這樣的一個誠意哦，全面的來改善跟中國大陸現在的緊張關係，他應該要立刻撤換掉的是他的國防部長。他的國防部長最近才帶着軍人去抓中國的这個工人，這莫名其妙的事情。什麼時候這樣的一些執法行動要用軍人、用軍隊來執行了？這是你的國防部長。所以如果你連你的國防部長都處理不掉，你說你現在要跟中國大陸維持什麼多友好的關係，大家共同來開發南海，不是不行。可是你先交出投名狀啊，你先拿出一些誠意出來嘛。那你說小馬可仕在這個時候為什麼要玩這個兩手策略呢？其實也不意外，他看看中東的國家的下場是什麼。中東的國家跟美國不好嗎？波斯灣的國家長久以來協助美國建立了美元的霸權啊。油源如果今天沒有波斯灣的國家的配合，美國何德何能夠用美元來控制全世界幾十年的時間呢？所以連這麼親密的夥伴，這個波斯灣的國家砸了大錢去買美國的軍事裝備，美國在波斯灣設了一大堆各式各樣的軍事基地，最後下場是什麼？最後下場是成為了附帶受傷害的人哦，就美國結了仇，結果他的這些盟友來替他承擔了。所以對菲律賓來說，他當然要掂量啊，就菲律賓能夠比得上波斯灣的國家跟美國的交情嗎？那如果連波斯灣的國家都可以被美國這樣的犧牲，被美國這樣的牽連，那麼他今天跟美國綁這麼近有什麼好處呢？那你更不要講接下來美國在整個這個西太平洋的軍力是真空的。美國的11艘航空母艦，現在加上林肯號就有6艘，現在要回去整補跟大修了。所以美國真正能夠部署的這個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再扣掉它在西岸的2艘航空母艦跟東岸的這個基地的1艘，所以你接下來美國能夠部署的就只有2-3艘了。這2-3艘還要再放1艘在這個阿拉伯海啊，現在正在過去的布希號所以光是你看現在的這個狀況，你就知道美國自己的兵力都已經捉襟見肘了。航空母艦捉襟見肘，所有相關的這個軍事裝備捉襟見肘。那在這個情況之下，菲律賓當然要買保險嘛。但是我要講的是，買保險不是出張嘴，買保險要有一點實際的作為，否則北京政府也不是吃素的，他不會被你3言2語就騙了。對，好，現在不只是菲律賓哦，對於這個美國可以看出他的不信任度，還有另外一個國家就是南韓了。南韓也很怕類似菲律賓哦，會因為第一島鏈出事了而自己一起被連累哦。所以呢，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是，南韓現在也開始對美國劃了界限。今年呢，美韓本來會有這一場的已知自由護盾的軍演，那美國最新呢，他在介紹這一場演習的時候，跟過去的態度有點不一樣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開始提到有關於第一島鏈。要知道這個不一樣的地方點是說，以前在講這種軍演的時候，大部分都是會強調北韓的威脅啊，還有核武啊、彈道飛彈等等。現在整個把第一島鏈都放進來了，南韓現在是在想說，駐韓的美軍是要在防衛北韓，還是要幫忙對付中國大陸呢？所以這個首爾因此不斷的強調說，他們這一次的軍演的首要任務就是朝鮮。針對於台海問題跟南海問題，他們都說不會協助美軍在第一島鏈的作戰。所以是不是因為南韓這樣說，所以川普非常的生氣呢？因為最新消息我們也來看到，這個五角大廈對南韓放話了，他說好，你要這樣搞是不是？接下來這個美韓的軍演呢，我也會來大幅縮減這個軍演的規模。他給的理由當然不是這麼的直接，他只是說因為軍演的費用花費太高了，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跟金正恩的關係很好，還有南韓呢不願意配合美國來對付伊朗，所以現在是菲律賓、南韓都不願意當美國在第一島鏈抗中的最前線了嗎？楊老師怎麼看？這個趨勢看起來很明顯。南韓、菲律賓
這一陣子也都不約而同的，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點，在做劃線、切割，然後呢危機管控，最主要避險，也就是說避免被日本、美國，尤其是美軍以及美國的建制派視為在第一島鏈抗中的這個第一線跟棋子。因為高市早苗的動作越來越明顯，不止他自己本身的軍費增加，試射中長程的武器，還有部署就是軍力。那他也和澳洲，他也和菲律賓在做同樣的演習。在這個區域的第一島鏈的演習，似乎已經變成好像是美日的一個共同進行的主軸。高市早苗甚至在8月15號武道館的紀念會上面，他不提就是道歉，他也不提不戰。那但是呢，他卻提到了日本要在印太地區扮演領導角色。對，哇，這個話講得非常的明顯。因此菲律賓跟韓國當然就看到，我怎麼可能雞蛋去撞石頭呢？你連美國在這個區域跟中國大陸的軍力相比，你都已經趨於劣勢，而且還這個過時，你自己在伊朗的問題上凸顯出你整個全球布局，你軍事的弱點，你連船都造不出來，那你也跟中國大陸在就是軍事的相比，已成為就是核武核主都浮在台面上，中俄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俄羅斯在過去這幾個禮拜海上以及空中的聯合演習，繞了日本多少圈呢？對，同時普丁自己還來到了。第一次在8月13號、8月15號的前2天，來到了南千島群島，難道都看不懂嗎？當然，韓國看懂了，菲律賓也看懂了，所以就公開的講，菲律賓不會把自己的領土作為第三國攻擊去介入到台海衝突的這個地方。南韓也不願意把自己的跟美國的演習，是作為第一島鏈的介入的理由。那這個時候，當然川普就不高興了。川普同時放了跟金正恩握手的照片，也說要去縮小這個規模。這個突然來的一個訊息美軍都已經部署好相關的這些演習的部隊了，但美軍現在不知道接下來應該怎麼去推動這個演習。這個不是一個只是演習的取消或者是規模的縮小它是彼此美國跟韓國的彼此的互信。軍事上的互信突然的消失，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很清楚這樣這個態勢。好，所以我們看到包括了菲律賓跟南韓他們都已經看清楚接下來台海恐怕會爆發的危機。那另外一方面，還有就是他們認為說，美國在第一島鏈這邊恐怕出現了真空。那真空有2個問題，就是第一個就是航母可以真的作戰的數量真的非常的少。剛剛委員也有提到嘛，因為6艘正在整修，所以現在真的能夠作戰的恐怕只剩下2到3艘，更不要說我們剛剛講的華盛頓號很快就會離開日本附近，然後去中東。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呢，美國現在在第一島鏈在這邊的這個基地其實太老舊了。其中他們就特別提到了這一座基地是在日本沖繩的嘉手納基地，存在設施老化、維修不足等等的問題。現在是說，包括連供水跟管線設施都有問題耶。這到底怎麼回事？整個第一島鏈會出現這種整體的一個戰略性的延續的一個問題嗎？那艦長怎麼看？首先，前一陣子不是說這個林肯號上面發生了很多問題，還有什麼水兵自殺什麼的。有時候你看到這種新聞，你要想說，可能就是有人反戰，不願意這樣辛苦，會不會是一種誇大的報道，或者他放給媒體？這是你可以做一個這樣懷疑。可是最近發生一個事，我發覺可能真的非常的嚴重。8月15號，美國就中東那裡有一個作戰區的司令他是一個上將，他親自跑到這艘船上，林肯號。然後對官兵講了一段話，還錄了一個30秒的一個影帶讓他們看。他在跟他們講，主要就是歷史會記住你們的貢獻，就是你們真是很偉大的你們貢獻。你知道在戰時一個上將司令跑到一個船上去鼓舞船上的官兵那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有很大的問題。林肯號保證。那第二個，它到底什麼問題？因為事實上你有好多船上的裝備，你都要進港才能維修。你一直在海上，它會開始裝備出現故障。它除了它在，它旁邊的護衛艦也通通都要在，通通都會發生一些這樣問題。除了裝備，當然第二個就是人員的士氣的那垮掉，那是比裝備還要可怕，因為人員會去報復的。
那接着你再說這一次整個太平洋地區沒有一艘航母，我去查一下資料，對，幾乎是前所未有。但我再看2015年曾經發生過一次，那時候也是一個華盛頓號，華盛頓號那時候離開了日本，他要回美國去做他的維修，然後當時已經指令了說美國的福特號來接他，但結果福特號臨時出了一點問題，因為那是福特號剛服役沒多久，經常出狀況，耽誤了，所以那一次是已經指定的交接，結果空了。那這一次呢，就是真的就是沒了。對，那这個沒有了代表什麼意義呢？第一個就是說，美國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同時應付2場戰爭了。美國軍方以前就說我們要同時能夠打2場大型戰，現在只有一個伊朗還不是很大型的。只不過對方很頑強而已，他現在你就發現他已經不行，美國江河日下。然後第二個，他的維修能力真的出了很大的問題。為什麼他這麼多的船卻這麼幾艘船在這裡？因為就是因為他的維修能力出了問題。好比說，也是華盛頓號在2017年8月入塢，他應該2021年出來的，整整晚2年，維修4年變6年，就是他們的維修真的出了很大的問題。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再來看到的是美軍的航母怎麼回事？突然間開啟了倒車哦。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福特級的電磁彈射要被改回到蒸汽彈射，而且艦島的位置現在也要改回以前哦，被專家形容是回到了1970年代的當時的尼米茲等級的航母，怎麼還往倒退了呢？另外就是會關心到的是美國的造船產能也告急了。另外呢，包括了在中東地區，現在美軍最大的問題還有補給線，現在也出了問題了，補給線已經拉長到3000公里的地方。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先來看到福特號，大家還記得嗎？我們上個禮拜有再稍微提一下，說他導入了巨資做這個電磁彈射，結果川普現在又說，我不要電磁彈射了，我決定呢要改回過去的蒸汽彈射。那現在還包括了有關於航母上面艦島的位置，他也說了艦島的位置要重新來做設計，回到以前艦島的位置上面。這對於接下來的戰力，等一下來請艦長幫我們看會有到底什麼樣子的影響呢？那現在的問題也就是說，美國的福特級的第4艘，這一個是多利斯的電磁彈射上面的工程都已經做到一半了，你現在硬要改回去蒸汽彈射，這成本又是另外一筆很大的預算啊，包括可能會達到數十億美元的預算，而且這工程期本來已經夠慢了，現在又要繼續的延長。那一艘100億美元等級的核動力航母，新系統才剛裝上去，現在是要全部砍掉重練，這樣子真的值得嗎？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川普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想法，美國的海軍要有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改裝跟動作之外，還有就是美國的航母現在的整個造船體系，也就是它的產能也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所以川普接下來他打算怎麼做呢？他最新決定簽署的是國家安全備忘錄。好，簡單來說要做什麼呢？就是放寬部分，如果你已經在美國有投資船廠啊，或是取得美國船廠所有權的外國制造商呢，我允許你接下來可以在我們海外的母公司船廠建造最多2艘的美國的艦艇哦，但是你最後還是要交付給美國。那如果說呢是其他的艦艇的話，你則是必須一定要在美國的船廠來做生產。看得出哦，現在川普我急於趕快提高它的生產，所以想出了其他的方法。再來，我們要來看到林肯號的部署了。現在在海上已經部署了超過9個月，200天的時間，高強度的作戰讓水兵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有人說呢，甚至有跳海的現象出現，而且有缺糧、缺物資等等的問題。後面的維修保養跟人力的調度也都出了問題哦。接下來要怎麼應對這種航母的這個維修費、維修債也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先請教艦長，您如何看有關於川普提出來的第一個，就是有關於艦島的位置跟電磁彈射
回去蒸汽彈射，這對美國來說戰力真的會有所提升嗎？成本的部分是不是又另外一筆非常大的花費？艦長怎麼看？首先，美國顯然他在做電磁彈射，他失敗了。那他失敗了，你想說，也許這真的很難嘛？可是，在同一時間，中國卻成功了。中國大陸，人家說，哎，你怎麼知道中國大陸多成功？那福建艦現在是可以彈射，也許它有很多困難啊。福特艦以前也曾經彈射過啊。那我告訴你，有一個原因，你去想哦，它就一定是非常成功。為什麼？因為電磁彈射只是做航母嘛。你有沒有發覺，中國大陸洞拐6四川艦也裝了一條電磁彈射？它是完全沒有需求要把這個擺在上面，它也不必跟任何人去比較。可是它把電磁彈射擺在洞拐6，證明這個東西它是駕輕就熟，這個技術。那美國為什麼會失敗？其實電磁彈射它是非常的困難。我說給你聽，因為美國是用的叫做交流電，它為了使它能夠去滿足它的彈射，尼米茲號的發電量是1，這個福特艦的發電量是3，就是它增加了3倍啊，它幾乎翻天覆地的這個輪機裝備的改變。然後除此以外呢，因為它用的是這個交流電，交流電它必須要用一個轉子叫飛輪，那個飛輪哦，一套電磁彈射有4個飛輪系統，所以它整個船上有16個飛輪系統，它每一個飛輪系統是很大的東西，中間有一個關鍵的東西叫做轉子，那個轉子的直徑超過1公尺，有3.6啊，对不起，6.7噸，1分鐘轉6400轉，就第一大它可以轉110轉，嘩轉，它把電變成動能，那要彈射的時候。所以彈射的難度就在瞬間，我一個很大的電量彈出去，然後這個時候這個東西速度會降下來，就轉過來反過來產生一個電力。那它這個電力要多大？尼米茲號全艦的發電量是64兆瓦，福特艦4個電磁彈射一次彈射，同時要使用65兆瓦，你就知道它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東西。那大家去想想看，那中國大陸怎麼克服的？中國大陸用直流電，直流電的純電哦，儲電不像那個轉子在那轉，它就擺電池裡。那電池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空間，我都可以擺進去。那個電池大大小小，我就一直摞起來，所以它的純不是問題。那很多人就在問，那美國這麼傻，他為什麼不用直流電？他也可以用直流電啊，他沒那個技術。什麼技術你知道嗎？我舉個例子，像現在你有個電磁彈射在彈，對不對？當彈到一半卡住怎麼辦？就像你個電池單在轉，我一個手給它抓住，不准它轉，馬達會燒掉。那這才是一個小的電，像電磁彈射，像我剛才說這麼大的電量，它會爆炸的。所以如果是直流電哦，因為直流電是持續有的，卡住的時候開關跳不開，它有個斷電開關要跳開，它跳不開。交流電可以，交流電為什麼可以？你知道它上上下下，它有一個歸零，一歸零它就跳開了。那為什麼中國能夠克服直流電能夠跳開？這個問題你問我，我也不知道。你要問馬偉明，他是我心目中的叫電跟磁轉換的愛因斯坦，他突破了這個技術，美國突破不了。好，所以這個我們看到川普他一直想把電磁彈射改回蒸汽彈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認為這個故障率、失誤率實在太高了，所以呢，他想要改回蒸汽彈射。那為什麼不用直流電？剛剛艦長也說了嘛，這個跟不上中國大陸的直流電的這個技術。那同樣的問題，委員又如何看呢？接下來真的改回去嗎？那是不是又要耗費非常巨資的一個成本呢？對，我覺得川普真的好棒哦！就是自從川普當了總統之後，他就每天拿一個大鐵錘去摧毀美國，不同的層面哦，那麼他都做得很徹底。那麼現在呢，他又把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大概打回倒退20年哦。那麼因為就像剛才這個艦長提到的，電磁彈射是未來的主流趨勢，那麼蒸汽彈射已經是一個過去的一個老舊的這個的技術了哦。那大家都在往前走。只有你說，因為我往前走遇到了阻礙，所以我現在往後走好了。那我簡單的幫大家介紹一下電磁彈射跟蒸汽彈射最大的幾個不同點哦。就電磁彈射最大的一個不同點的第一個點是動能可以精準調節哦，因為我們在做電磁彈射的時候啊，是用電轉成磁，所以我們光控制電量就可以轉變這個電磁的這個彈射的能量哦。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你就可以做精準的調節。可是蒸汽彈射不行哦，蒸汽彈射它就是
把這個蒸汽累積到一定的量的時候呢，它一次把這個能量釋放出來，然後把飛機彈射出去。所以這兩個差別是很大的哦。所以如果你今天做電磁彈射，你可以一次彈射一個，比如說2噸重的這個輕型的無人機，你也可以彈射35噸重的這個重型的艦載機，完全就是端賴於你要如何控制你的電量，然後就會決定你彈射的能量哦。那第二個問題來了，在機體的損耗上哦，因為電磁彈射它可以精準調節，所以呢，對於這個不管你是無人機或者是艦載機啊，機體的損耗的這個程度是稍微比較低的。可是大家想想哦，對於蒸汽彈射，它就是一股大力把你推出去了。那麼這對於機體的這個疲勞跟損耗來說，相對來說這個是影響很大的哦。然後第三，效率問題啊，就大家知道電磁彈射哦，光是我們用尼米茲級來比哦，電磁彈射的這個彈射的這個飛機的數量的這個效率哦，大概就比尼米茲級這個航空母艦多30%了。那差別在哪裡呢？我剛剛說過，因為電磁彈射它是用電力轉成磁力變成推力哦，在這樣的一個轉換的過程當中，你是快速的可以操作的。可是蒸汽不是哦，蒸汽你是要慢慢的累積這個壓力到一定的量的時候，你才能把它釋放出來。所以光你這個累積，你中間的這個間隔時間就很長了。所以在這裡，他們的效率上也比不過電磁彈射。所以你說今天這個川普說我現在要走回蒸汽彈射了，當然我們樂觀其成。可是美國說走回就走回去了嗎？不行啊！第一個問題來了，供應鏈早就沒有了。當年做蒸汽彈射的公司已經倒閉了，所以呢，有技術的工人早就已經這個四散這個各地了哦，甚至零組件都沒有了。你怎麼現在走回蒸汽彈射呢？第二，你成本很高哎。各位知道，你做蒸汽彈射跟電磁彈射是要從整個航空母艦的設計上就要做調整了。這個艦長是行家，你想看你的航空母艦，你要做蒸汽彈射，你的管線是怎麼拉的？你真的以為說一個蒸汽爐擺在那裡，它就可以把一個飛機彈出去了？沒這麼簡單的。所以它整個的管線要重拉。那你說你現在要改變，你是要把現有的航空母艦全部都拆了，重新去做這個艙體的這個隔離，然後重新把管線鋪下去嗎？這個成本有多高啊？那最後一個，你的戰力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本來美國的建軍計劃是這樣的，它的電磁彈射接下來它要彈射它下一代的無人機。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MQ-9 死神，它的下一代就是 MQ-25，叫黃鯛魚。它本來是要用這個電磁彈射去彈射它的無人機的，包含彈射它的下一代的戰機，叫做 FA-XX。可是現在都別提了。就如果你今天走回蒸汽彈射哦，那麼現在我們講的，它本來規劃的黃鯛魚跟這個 FA-XX 到底能不能彈射得出去，這都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好，這是我們看到美國現在航母所出現的一個問題哦，就是川普一直想要把這個它的上面的系統改回到過去的系統，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美國因為呢在中東地區這邊大量的消耗，現在呢補給上面也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哦。我們來看到是什麼問題？首先呢，因為呢過去美國只要在中東需要補給的話，都是我們知道靠這個巴林這個基地，但是這個巴林基地不是被伊朗狂轟濫炸嗎？所以現在它的補給已經改到了在印度洋這邊的一個叫做迪耶戈加西亞島。好，這裡呢距離這個補給美軍的部分呢，大概要達到了3000多公里才有辦法進行補給，但是重點來了，其實在這個島上也不安全，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在今年的3月份，伊朗才對這個島發射了2枚的中程彈道飛彈，說要去打擊當地的英美聯合軍事基地哦。所以其實現在就算你要去這個島補給，也是有非常嚴重的問題的。好，這個是一個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關於中東現在的補給問題。華盛頓號我們剛剛也說了吧，現在要去從印太地區要去中東地區，再來就是無人機也在快速的消耗，死神無人機現在已經消耗損失45架，相當於庫存的1/4了。美軍說呢，死神無人機實在太貴了，我未來要造無人機的話，一定要造3000萬美元以下的無人機，但是呢，又要有 MQ-9它的重要的這些核心的一些這些能力哦。楊老師怎麼看目前美軍碰到的瓶頸？目前美軍要進行到第2階段的消耗戰，第1階段是從2月28號一直到現在，那其實打了2次，從2月28號打到4月7號，美國軍事失敗，從7月7號又打到8月初，再一次的失敗。那但是呢，也過程當中消耗了伊朗上萬個不同的軍事民間的據點，3000多人死亡，7萬多人受傷。可是呢，並沒有因此消耗掉伊朗的
彈藥跟無人機的庫存，反而造成整個海灣地區的美軍基地受到了攻擊。因為伊朗的不對稱的武力還有地理上的優勢，那美國呢就不敢去打地面戰爭。所以你就看到過去美國在21世紀進入到中東進行戰爭行為，其實伊朗是他一直啃不下的骨頭。那相對於阿富汗、伊拉克這個國家，伊朗雖然被制裁了數十年，但仍然是有它一定的軍事跟經濟，還有他們文明的韌性。所以就顯現出，在進入第二階段的消耗戰，又能夠消耗多久呢？又能夠達到怎麼樣的戰略目標呢？我個人是一點都不樂觀。相反的，美國這邊倒過來是對美國的消耗了。所以這個消耗戰不是消耗伊朗，是消耗美國。第一個是軍事層面，第二個是他的盟友以及在這邊海灣國家的這種安全合作關係跟信任關係層面。第三個當然最重要是對整個國際能源、國際經濟、美國經濟、美國政治層面。我覺得其實美國根本是消耗不下去的，只能夠不斷的撐下去，但最後呢，他可能還是要找一個下台階。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美國最新下令 AI 必須要選邊站哦，反被中國大陸逼入了牆角，而這幾個國家包括了35國，美國都說你都要2選1，你要麼選美國，要麼選中國大陸。那另外一方面，美國很重要的這個蘋果公司哦，現在則是離不開中國大陸的這個牽吻哦。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來關心美國逐 AI 數位高牆，也抵不住中國嗎？好，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先來看到，剛剛我們特別提到了嘛，華府現在進一步要把 AI 戰爭呢打入一個選邊的測試，要求35個國家呢，這些叫做這個美國跟美國已經準備要簽署的 AI 機會聲明國，35個國家你要選邊站。如果你要參與中國主導的這個 AI 組織的話，那你就會被我們美國的這個所謂的系盛世合作給排除在外。系盛世是什麼呢？其實在去年美國推出的一個 AI 聯盟哦。裡面主打的就是說，你在這當中呢，不只是使用美國的晶片而已，包括我們的模型啊、資料啊、跟供應鏈、國際標準，你都必須要站在美國這一邊。那目前加入這個系盛世的國家有20個國家，包括了日本、南韓、荷蘭、德國。哈薩克是比較有爭議的一個國家，因為他認為說，我不要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我就是兩邊我都覺得我想要參與。於是呢，美國就開始對他這個發出了非常不滿的聲音哦，就認為說，如果你要參與在美國的框架當中的話，你就不能加入中國，免得被中國大陸找到了一個破口。而美國之所以要切斷各國選邊站的目的，就是要切斷中國取得晶片、算力跟關鍵的礦產從第三國來獲得。這也是他們為什麼這麼氣哈薩克的原因，並且第二個，因為簽問呢，現在在世界非常的受到矚目，光是前半年已經下載破30億了，所以美國很擔心其他的國家政府企業也使用中國大陸的簽問，所以呢，現在要把這些各種國際的標準都鎖入在美國的體系當中。美國到底在怕什麼？委員怎麼看？美國跟西方國家對於中國 AI 的封鎖分成2個層面哦，就是第一個層面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就是關於晶片的封鎖。那麼晶片的封鎖在過去這1年的期間，其實由華為領軍哦，已經有了很高的這個效果跟突破了。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 DUV 啊，那麼已經幾乎可以造成原型機了，然後馬上就要量產了。EUV 接下來應該也可以在技術上攻克了。那你更不要提到華為所最近推出來的像950超節點或者是濤定律哦，這些都是試圖要走出另外一條賽道去解決現在的這個硬體封鎖。但是另外一點哦，就中國大陸它在面對美國的 AI 封鎖的時候，它在軟體也做了同步的突圍。大家最熟悉的是什麼？就是當年的 DeepSeek。為什麼 DeepSeek 可以用相對比較低的算力？然後呢，用相對比較低階的 GPU 而能夠達到效果，其實關鍵的原因就在於它改變了
它的整個的演算法的模型，它在模型上在軟體上做了突破，所以當時從 DeepSeek 開始，它就引進了一個叫做混合專家模型。所以現在各位看到所有的大模型，你會看到幾個數據。第一個，它會告訴你這個模型的總參數是多少，比如說 1.5 兆、1.6兆、3兆，大概這個 2.8 兆，就是不同的這個數量，可能有的是幾千億哦。那但是第二個數據大家會看到的是什麼呢？它叫做激發的這個參數量啊，所謂激發參數量，就是說我來執行任務的時候，我雖然有 1.5 兆，雖然有 1.8 兆，我不用 1.8 兆個參數都同時激發，我只要把專家拿出來就好了。這就好像你現在有一個醫院，這個醫院裡頭有各科的醫生哦。當你看到這個耳鼻喉科的時候，你就去耳鼻喉科看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找婦產科的醫生一起來幫你這個做會診了。所以呢，這個就叫做混合專家機制，它把它現有的這個模型裡頭開始分區塊哦，就哪些這個區塊是負責不同的不同的專業的內容哦。所以呢，當遇到不同專業內容的時候呢，我就調度這些專家出來。所以你就會發現說，它的大概是激發了多少呢？大概通常我們現在看到的模型，最近的 Kimi K3 或者是千問 3.8，大概都只激發了4%。也就是說，我這個模型有96%的參數可以先休息，我執行任務的時候只需要4%。那這代表什麼呢？這代表我算力就大幅降低啦。你想想看，我解決一個問題，我要 1.5 兆個參數都在那邊運算一次，我要多大的這個算力？我現在只要4%的參數來運算，我算力的需求就會大幅降低了。那各位知道算力需求大幅降低代表什麼？代表第一，你對於算力的這個依賴的程度相對來說是在可控範圍內。第二個最重要的，就代表成本降低啊。對，我現在算力只用了4%，我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那當然我就更有競爭力了嘛。所以我給大家一個數據，簡單的來看一下啊。就我們通常在講這個成本的時候，都在講說你輸入或輸出100萬個 token 大概要花多少錢。美國現在最頂尖的大模型 Cloud Fable 5是 Anthropic 最知名的大模型，它輸入它的成本100萬個 token 的成本是10塊美金哦，輸出是50塊美金啊，輸入跟輸出。然後你再看看 DeepSeek 是多少 ？DeepSeek 是最近的 V4 Pro 大模型，它輸入只需要0.43塊美金，好，輸出只需要0.87塊美金，然後你再看看剛才這個我們講到的千問 3.8， 它輸入只要0.37塊美金，輸出只要1.48塊美元。所以光是中國的大模型，它輸入跟輸出的成本，輸入的成本是美國模型便宜了它23倍到25倍，然後呢，你輸出的模型便宜了57倍到60倍。大家想想看，那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說你美國要組什麼聯盟？對所有的各國的企業來講，他要看的是成本啊。我這個公司，我加入了你這個聯盟，我就要付這個更多的這個費用給 Anthropic 跟 OpenAI， 難道我傻了嗎？那你更不要講說，就算國家要加入，企業也未必會買單呢。我這個企業的成本變高了，難道是你國家幫我出嗎？或者你白宮幫我付嗎？所以因此，如果要在現在這樣的一個賽道上跟中國大陸進行成本競爭，用美國這個方法是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的。好，所以我們看到面對於中國大陸技術的這個來勢洶洶，美國現在怎麼辦呢？不只是限制中國大陸的產品輸出而已，而且是鎖國，不只是鎖美國而已，還要聯合，包括剛剛委員特別提到的，我們看35個國家一起把中國大陸鎖在外面。那所以呢，現在也發生了一個問題是說，美國希望各國一起鎖住中國，但是美國自己內部的企業先跑票了，它就是蘋果。蘋果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AI 都非常的需要記憶體嘛，所以它就找上了中國大陸的長興存儲還有長江存儲來幫忙。當然了，商務部這邊就痛批蘋果怎麼可以這樣做，會挑戰美國的美光跟本土的半導體。但是為什麼蘋果偏要這樣做呢？原因就是因為蘋果現在真的很需要這個跟中國大陸當地的廠商合作，才能去打入當地的市場。所以有2個動作，蘋果第一個是跟阿里巴巴合作來打造中國版本專屬的 AI 模型，第2個是跟千問合作來做 Apple Intelligence， 跟百度也有技術上面的一個合作，為的就是怕說，華為跟小米總有一天會把蘋果的市占給完全的吃下來吧。所以蘋果要先行動作，也不管政治上面的問題了嗎？楊老師怎麼看？我們看到10年之前川普1的時候開始對中國大陸採取科技戰，主要剛開始到目前為止應該說最成功甚至是唯一成功，那就是在先進的這個晶片的這一塊領域，不管是在技術或者是在
設備，還有在產品的這個層面。那當然，到目前為止，它還是維持了這樣一個態度。那把所謂的晶片國安化，那當然也要求美國的企業不得將這些技術產品賣往中國去。那當然，它透過法案以及國內的這些壓力，使得這些美國的企業、跨國的企業也都必須要遵守。可是，當你中國大陸持續的發展，它的市場已經成為最主要的市場之一的時候，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國市場的時候，這些美國的企業，你要求生存的情況之下，它只好分區治理，也就是說，必須要進入到中國市場。那中國市场因為倒過來也對美國的相關的這些大模型或者是企業採取一些它自己本身的法規的要求，因此必須要在依規的情況之下進入到中國市场，你必須要跟當地的這些企業合作。所以這叫做分區治理。就對蘋果而言，它就有全球區，它就有中國區的不同的運用。是。可是倒过來，其實在這個晶片以外的這個領域，過去這10年來的發展，你會發現到，其實這個是風水輪流轉，變成是中國在許多的商品層面，其實已經超越美國，尤其是在技術跟供應鏈這個層面。我們就講電動車，或者是人形機器人。現在倒過來是美國自我設限，形成一個孤島，不准中國商品進入到美國。那或者是說呢，會要求一些其他的這個轉變。所以你現在看到國家之間用政治介入到這些科技的這個因素，因為國家都把科技當作自己國家權力的象徵，而彼此之間，尤其是大國的競爭，都跑不掉，而企業只好自己找自己的空間來去適應。好，那同樣一個問題也特別請教進長，因為剛剛楊老師也特別提到有關於電動車模式，有沒有可能未來中國大陸也複製所謂電動車模式，就是不能出口給你美國，那我就轉到其他東南亞國家去好了？會不會 AI 也是用這樣的方式，低成本的開源的，先給其他願意用的國家，然後來拿下全球的市場，甚至首先是拿下全球南方市場，然後反過來孤立美國？進長怎麼看？我覺得你慢慢注意看北京的戰略，你就會知道。王毅講的一句話是非常非常的這個典型。他說：“他強，任他強，清風佛山港；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哦？其實我現在不管你怎麼樣對我，你美國要這樣每天在這樣弄，我基本上我完全不理你，我就做我的事情。那我覺得我要怎麼樣發展 AI， 我要怎麼樣去弄，我也不寄望你，因為我知道你不會幫我。但是我就照我的步子去走。講個最簡單的，好比說這個開源，這個 AI 開源的 DeepSeek 是開源系統，那我們就是使用而已。可是你知道那些專家、那些公司，它可以進入它的內部去修改它的軟體的。這是一個，它是公開的。還有一個就是他們今年組織了29個國家簽訂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組織，29個國家，大部分都是南方國家。